很多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都非常富有，或者生活水平很高，但实际上很多人还在努力维持基本生活。我很直接地说，我觉得成都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是因为我是成都人，所以才这样说的吧？哈哈，不是的。Hi, today I asked AI some questions about China. Some answers are quite good, some are bad, and some are quite surprising. Let's start directly with question 1. 你觉得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整体的压力太大，很多人为了工作、房子、孩子的教育一直在拼命，但很多人感到很累，没有安全感。这种压力如果不解决，整个社会就会失去信心。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也特别真实。那我想反问他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不是现在各个国家都出现的吗？没错，这种压力并不是中国独有，但中国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人口基数大，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这种压力带来的心理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未来。这个我很同意他说的，我现在也能感觉到欧洲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但和中国比起来还是不太一样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压力是来源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人又特别多，也有非常多的比较的对象，而且大家生活的目标都比较相似，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所以说确实是中国人目前所面对的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很难讲，但是我还蛮同意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回答的挺不错的。那你觉得外国人对中国人最大的误会是什么？我直说吧，很多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都非常富有，或者生活水平很高，但实际上很多人还在努力维持基本生活，他们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他说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都很富有，真的有这种误以为吗？大家真的觉得中国富有吗？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真的吗？中国人很富有吗？大家会这样想吗？为什么呢？是的，很多外国人看中国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会觉得那里到处都很富裕，生活水平高，但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很多农村或者小城市，那里的生活压力和收入都很低。确实，大家看到北京、上海觉得中国很富有，但是难道不应该是看到北京、上海才突然发现中国没有那么穷吗？我以为是这样的。你们来告诉我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呀？你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吗？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准确。对中国最大的误会，难道是中国是个富有的国家吗？我觉得不是。而且他说中国的农村和上海、北京差距很大，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想到，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不太对的，反而是中国对农村的投入很大，现在农村已经越来越有钱了，我觉得和他说的反而是相反的。尤其是很多比如说上海附近的那些农村，每个人住的都是别墅，比城市人住的好多了，地方也大多了。而且我自己的亲戚也是，他们之前是农民，但是现在从政府那里拿到了别墅、房子等等，其实真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的奇怪。接下来我想问你，你觉得中国哪里最宜居，最适合生活？我很直接地说，我觉得成都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它节奏不紧张，生活成本比一线城市低，而且美食文化都很丰富，让人很有归属感。你是因为我是成都人，所以才这样说的吧？哈哈，不是的，我真的是客观认为成都很有优势。我在其他地方也看过，但成都的生活氛围、气候和文化真的很吸引人。
OK，你看他都已经说了不是了，所以我相信他。这个答案我给满分。成都确实是中国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我自己就是成都人但是在我去中国其他的城市生活过之后，我觉得成都的平衡很好，就是你既在那里能够有比较不错的工作，同时又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比较慢的生活。有很多好吃的，有很多娱乐，也有很多不错的周末可以去的，比如说山和水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很认同。那你觉得绝大部分外国人不知道的中国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绝大部分外国人不知道的是，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地方文化，比如很多小城市有自己的传统手工艺、节日习俗，这些其实非常有魅力，但外国人很少了解。这个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对，可能外国人对中国目前的了解比较多的是，尤其是最近来自于 TikTok、Instagram、YouTube 这样的平台，上面可能都是重庆、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或者是比较有名的桂林这样的山水。但是其实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小的地方，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或者自己的艺术语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忽视的一点。所以我这个回答我还蛮喜欢的，虽然比较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很认同这个回答。我还想问你，哪些是中国人会做，但是你不太能理解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特别擅长的人际关系和面子文化，比如他们会非常在意长辈的祝福、同事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东西我有时候很难完全理解它背后的意义。当然 AI 肯定很难理解中国文化里的面子和关系这个概念，这个是很难用数学或者电脑去理解的，而且这个很难是通过输入就直接有结果的，当然和 AI 的世界完全不同，这个是一个很难用公式、很难用规则去讲的事情，非常的微妙，很难理解。比如说面对什么样的人该怎么样说话，比如说和别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谁应该坐哪一个位置，这些东西 AI 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不会有人在互联网上写下来具体的规则，而是一些大家在脑子里面会差不多知道，又不是那么固定的东西，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在不同的圈子里会不同的一个传统。当然不仅是 AI， 作为外国人也会很难理解，你不是那个文化里面长大的，你确实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哪怕是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中国年轻人现在也不太能够理解很多我们的面子或者关系的文化，因为我们这一代长大的时候已经不那么在乎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这方面和 AI 也差不多，也不太理解很多事情。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很真实的回答我，如果你有身体，如果你是人的话，你会选择来中国生活吗？我很真实的说，如果我是人，我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一方面，中国的机会和文化真的很丰富，但另一方面，生活节奏快，竞争大，我可能会特别担心自己的压力和安全感，所以我会很谨慎的考虑。所以是还是不是呢？如果让我必须选的话，我会说是，我真的会想来，因为我很想亲自感受那些丰富的文化和机会，但我也会带着很强的警觉去平衡自己的生活和压力。确实是这样，我觉得一方面我很幸福很幸运，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去了解中国的很多丰富的文化还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很辛苦，所以我也很矛盾，我和他的答案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最终我可能也会选择，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长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而且我真的很幸运自己会中文这门语言，我觉得是一门非常美的语言。最后一个问题，你想给第一次来中国的人什么建议呢？我建议所有来中国的人，第一，放慢脚步，多看看小城镇和本地文化；第二，多了解历史和习俗，不要只停留在表面；第三，保持开放心态，去听不同人的故事，这样你就能真正体验到中国的独特魅力。我觉得这个适用几乎所有的国家吧。中国确实是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去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但是中国的小城市或者小村庄会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那里的人也会非常的热情。第二点，他说的中国历史和习俗，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大部分来中国的外国人不太知道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视频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中国的文化和习俗。如果想要看我其他的关于中国文化习俗的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我，给我点赞。你们觉得这个 AI 回答的怎么样？它的中文确实非常好，我能偶尔听到有那么几个字发音不是完美的，但是它的对话是非常流畅的，回答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那我们下次见，拜拜。